从出使辽国到率兵西征，从民族英雄到流放之臣，从文件之物到科学巨人，沈括的一生三起三落，毁誉参半。一本凤元历，一卷天下州县图，一部梦溪笔谈。他被称为以进士之科学精神治科学者，但在他的官宦生涯中，也曾被王安石骂作小人，被宋神宗称为边臣不可信，至今还背负着乌台诗案始作俑者的千年污名。真实的沈括究竟是什么样的？徐喜看到自己的主张不被认可，悄悄向神宗打了小报告。几天后，神宗下诏，命令崇鄂守延州，沈括守米脂，前线部队归徐喜指挥。分兵据守实乃兵家大忌，这是一个昏兆，是导致永乐兵败的致命错误。1082年夏，陕北高原上，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沈括独自伫立，痛悔与惶惑如潮水涌来，压得他几乎无法站稳。即便烈日当空，也难以驱散那沁骨的寒意。永乐城堡仅建成4天，便遭西夏军主力袭击。夺去无定水寨，永乐遭断水围攻，士兵渴死大半，甚至缴马粪以获取水源。经过12天的苦战，城堡陷落，宋军惨败，徐喜等一批将领阵亡。沈括呢，最担心的事情啊，还是发生了。永乐城之战呢，宋军伤亡惨重，歼灭西夏的梦想呢，成为泡影。永乐城之败对于宋朝的朝野的震惊，对神宗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刺激，甚至我们可以认为，神宗后来身体不好，39岁就过世，绝对跟这一系列的失败有关系。边臣不可信，边臣不可信也。永乐被围的时候啊，沈括呢一面分兵救营，一边呢接济粮食，但呢都被西夏军阻拦，不得前进。西夏军呢，他的游骑啊又侵犯米脂，沈括呢遂转战退保绥德城，督率士兵啊照应边寨，挡住了西夏的游骑。他的处置啊是十分明智而及时的，保全了绥德，就是保全了延州的门户，稳定了整个关中的局势。在此次大战中，沈括作为一路统帅，虽稳定了关中的局势，立下了功劳，但他未能阻止徐喜的错误决策暴露出软弱的一面，以致兵败永乐，却也难辞其咎。为此，他又一次被贬，成了没有实际职务，甚至失去行动自由的军州团练副使。自此，沈括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。这一年，他51岁。公元1082年10月，此时的沈括被软禁在湖北随州法云禅寺。
为官20年间，沈括的学识和智慧得到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的器重，一路官运宏大。虽中途被贬宣州，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政治抱负。此时，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，萌发了毁上楼的感慨。野草占田野未休，客心自老不关秋。寨西便是猿啼处，满目伤心会上楼。对于某些新法提出了一些批评，失去了变法派对他的信任，同时他又属于变法派阵营，又受到了保守派的攻击，再加上永乐城兵败，沈括被打倒在地。这样的日子过了3年。公元1085年，神宗驾崩，哲宗即位，大赦天下。沈括改授秀州团练副使。大人啊，好消息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好消息啊！大人，好消息啊！这年冬天，他风尘仆仆地从湖北安陆到浙江嘉兴。这里不是他的故乡，但与杭州同属2浙路。得以重返山清水秀的原籍乡间，听着熟悉的家乡话语，足可说是有以味乡景之怀了。他写下诗句：客梦冷随枫叶断，秋心低竹雁声来。流年又喜惊重九，可疑黄花是处开。显然，沈括的心境与刚被贬到随州时已截然不同。沈括在秀州待了4年，完成了一件大事，绘制了全国性总图。他将这套综合地图集命名为《首令图》，也叫《天下州县图》。图幅之大，内容之详，前所罕见。绘制始于熙宁9年1076年，也就是他出使辽国之后。多年来，因为各种事务缠身，绘图工作一直断断续续。但是沈括将图稿始终随身携带，从来未敢懈怠。那么怎么来绘图呢？那么过去走路的步伐来量了这个路程，因为道路是弯曲的，中间有山有河，这样子的图跟地理图相差就误差非常之大。沈括他就创新，他说我拿这个鸟，比如说鸽子飞行的路线是直线，它飞行的时间平均的这个速度知道了以后，2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比较准确的给它确定下来啊，这就是制图学上一个很先进的概念。公元1087年，天下州县图历经12年的绘制终于完成。可惜南宋战乱频发，此图毁于战火之中。直到1964年，四川荣县文庙遗址出土了9玉手令图青石碑。据传这幅图是依据天下州县图进行绘制的。天下州县图见证了沈括人生的辉煌和低谷，同时也成了他恢复自由身的一块敲门砖。宋哲宗为了奖励沈括绘制地图的功绩，放宽了对他行动的限制。我们的那个北斗卫星系统有很多创新，继承了沈括当时创新的那些理念，用鸟来做测量，
我们现在在天上用的是电波来做距离的测量，精度当然大大提高了，但是从总的思维、总的思想来说，是一脉相承的。在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上，测绘人员架起 GNSS， 接收来自卫星的天外来信。通过计算电波的飞行时间，便能精准地推算出珠峰的高度与位置。将全国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测量点连缀起来，很快就能形成一幅真实而立体的中国地形图。对于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来说，还有什么比恢复自由更可贵的呢？此时，他在近10年前购入的一座梦溪园浮现在脑海中。梦溪得名于沈括的一场梦，即使老了，他仍记得30来岁时频频入梦的场景。那是一个比桃花源更美的地方，山上花木绽放如织锦铺地，山下有水清澈之极，两岸树影倒映在水中。沈括第一次见到这座梦溪园，就发现这里和梦中畅游之地极其相似。晚年自号梦溪丈人的沈括，在这里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，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已令他心力憔悴，家庭生活的不幸和友人的疏离，更是让他饱尝折磨。我跟了你这么些年，所得几何？你升官，我未得半分恩泽；你罢官软禁，我遭罪揪心。夫人，你替我给你解释。你走开！沈伯，来一下。你去拿50两银子给夫人，然后到前面的镇子上给夫人雇一辆马车，啊！是，我马上去办。多谢沈伯，这都是老爷安排的。沈括想要去弥补，张氏却走了。沈括的朋友的话，也经常取笑沈括啊，这个我们说的妻管严。其实的话，张氏的去世对于沈括的打击是非常大的。文献记载当中的话，沈括有一次坐船，他就是神情恍惚，就差一点掉落水中。应该2个人的感情是很好的。逃离困境，往往只需要一瞬间的开悟。一日，沈括外出时经过了前宰相陈升之的故居。陈升之晚年以同平张氏出任镇将军节度使，判扬州，在润州居住。他在这里建造了华丽的豪宅。据记载，住宅修成之际，陈升之已经病得很厉害，只被人抬着上西楼看了一眼便离世。沈括在游览这座住宅时有感而发，写了一首诗：丞相高宅
伴草来，旧时风月满亭台。地从日月生时见，天道江山尽处回。三国是非春梦断，六朝城阙野花开。心随潮水慢慢去，流遍烟村半日来。在江的豪宅有一半被野草掩埋，而六朝的野花依旧绽放。在历史的舞台上，有多少人踌躇满志的登场，就有多少人黯然失色的离去。这一刻，沈括看清所谓的权力与财富都不过是虚幻的泡影，雁过留痕，人死留名，留下的并非那浮华的表象，而是铅华褪尽之后浮世喧嚣之外那份纯粹而真实的人生本色。自知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，沈括开始精心整理自己的著作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清晨的博爱中，一位白发白须的花甲老人在园中独步，或许常常沉思而走错了岔道，而与此同时，在他的脑海中也有一条道路在不断伸展。这条路并非笔直，迷路也是写作乐趣的一部分。在这个以梦为名的地方，沈括用笔墨找回了自我。蘸满浓墨的笔端倾注出他的远大抱负与未尽的理想，挥洒着他丰富的学识与对世界的认知，记录着他的广泛阅历与人生经验。我们又不得不提到科学精神，科学精神自古有之。从梦溪笔谈的构成来看，科学精神实际上成了当时沈括的自我救赎。梦溪笔谈共列有609条条文，内容遍及天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地学、军事、艺术和医学等各个方面，展现了沈括广博的学识与深邃的思考。科学界呼唤并推崇精神价值，《梦溪笔谈》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第一百科全书，尽管有瑕疵，但瑕不掩瑜，价值极高。我觉得要把《梦溪笔谈》里边它真正对这个科学的思考要传承下去，那里边的内容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，对吧？但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件事情是可以继承的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涉猎广泛，在光学领域，他提出了爱、焦点的概念，并把光通过爱成像称之为格数。他发现物在此点之内成正向，在此点之上不成像，在此点之外成倒像。飞鸟这个影如果进入到一个小小的暗室里面，它会成倒影。它在光学上的这个发现已经成了整个世界光学史、影像史都不会忽略的一章，可见它的这个重要性。在建筑领域，沈括记录了已经失传的木经。他亦描述俞浩修建杭州梵天寺的绝妙技法，使这些民间科学家得以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。沈括影响最深远的，莫过于总结了指南针的制造方法。说怎么做指南针呢？很简单嘛，拿一根钢针，拿个字典，打磨那家，然后拿根新的那个丝棉，给它吊在中间，在无风的地方。第一个用于军事，第二个用于航海。通过对指南针的反复试验，沈括还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。他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指出，以磁石磨针，针锋则能指南，然常为偏东，不全南也。
这一发现比哥伦布1492年的地磁偏角报告早了400多年。全世界沈括第一次发现，而且写在书上。你别看磁偏角最大可以达到13度哈，你哪怕就是3度，北京要开到汨罗，你这个3度就不知道偏到哪去了。300年后，郑和在指南针的指引下七下西洋，织就了一幅幅对外交流的画卷。而现在，从指南针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，科学再次发生了巨大的飞跃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的磁偏角，那为现代的北斗导航系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启示。这里面包括这个姿态的确定、导航精度的提升、校准与补偿等等。沈括明显衰老了，前些天他又大病一场，请大夫看了看，这2天身体才有所好转。这不，今天一早他就进了书房，正在赶写《梦溪笔谈》的最后几章。韩愈有诗：“断送一生，唯有酒。”他又说：“破除万事，无过酒。”王安石打趣改造这2句，为一字流失4句。酒，酒，破除万事无过，断送一生为有。不损一字，其意蕴如字为之啊！沈括完成了心中大书的写作，他显得特别高兴。沈括想庆祝，身边已经没有人了，他感到伤感，眼眶溢满了泪水。有酒吗？有。去拿，再添1双碗筷。今天呢，你就坐在这儿跟我一起吃，陪我喝一杯啊！坐，坐。哎呀，沈伯啊，咱们来这梦溪园有5年了吧？不，6年了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！沈伯，今天我特别高兴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这一生啊，围过田，治过水，问过天，当过外交官，管理过经济，打过仗，哎，我还当过大官呢。可这些皆是过眼云烟。今天，我完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写了一部大书《笔谈》。后人在笔谈前加上梦溪2字，所以此书被后世称为《梦溪笔谈》。这部著作是他最后的思想之声，这个声音是迟来的，也是克制的，但它却是精准而有力度的，在世间回响袅袅。宋哲宗绍圣2年，即公元1095年，沈括在梦溪园去世，享年65岁。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从未淡出人们的视线，且越了解越着迷，越研究越震撼。日本早在19世纪中期就排印了这部名著。20世纪，法、德、英、美、意等国都有学者、汉学家对《梦溪笔谈》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。英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称他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。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盛赞他为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，
唯有中国出了这一个人。Ben Franklin, Adam Smith, Leonardo da Vinci. We talk about the strokes from Dream Book, but that book totally reminds me of Leonardo da Vinci's Codex, his notebook. 沈括最令人钦佩的，莫过于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微光。那些与他正肩相左之人的名字，早在历史中消散了，沈括却用智慧和才干证明了他的不朽。And Hangzhou, as I said, was the biggest city in the world at the time, almost 1,000 years ago. And here's a city of 1 million people. And why a city? Because there are more interaction opportunities. And Shen Kuo was a beneficiary of that. 对于喜欢做梦的沈括来说，杭州或许是他心里一个永恒的梦，于是才有了落叶归根之句。今天，在距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沈括墓不远的地方，阿里和蚂蚁集团的几位工程师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，建成了一座沈括智能教育天文台。这是国内首个运用 AI 技术构建的民间天文台，也是一个智能化的科普实践基地。在浩渺太平洋之上，科学调查团沈括号正在深海中展开作业。那翻涌的波涛，似在诉说着人类对未知领域的不懈追寻。同时，沈括号呢，它上面诸多的科研设备呢，以每秒万亿次的那个计算能力呢，来验证了沈括当年在天地之理必有其数这样的朴素的信念力。飞逝的时间足以将曾经最绚丽的色彩冲淡，可总有一些东西历久弥新。沈括源于实践的文件主义精神，根植民间的经世致用精神，出于热爱的精研深究精神，赓续至今，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创新意识的传承。沈括未曾开宗立派，却真切地开创了一种可能，那便是一条尊重实证、遵循规律、勇于创新的实践道路。沈括从不孤独，梦里梦外，一直延及当代。